地府、奈何桥、鬼门关、黄泉路、阎王殿，它们都是真实的存在吗？这里就是重庆的著名景点丰都鬼城，它始建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我国唯一存在的鬼城，也是《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名作中常说的阴曹地府。里面有我们常听到的鬼门关、奈何桥、黄泉路、阎王殿，让人不禁感到非常的好奇，真实的鬼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就随着我们镜头一起进去看一下。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重庆市的下游丰都县，在我的对面呢就是丰都西县城，在底下呢就是长江。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鬼城名山，他们两个只隔了一江之隔。现在我们走上鬼城去看一下。您就是一生平安的。走到这里呢，就可以看到正中间有很大的2个字“鬼城”，这里就是鬼城的一个入口了。在这里的正中间还有一个雕像，上面写着“白无常”，还有一个“黑无常”。他们两个人在神话剧中是经常出现的，他们两个在阴间是一个勾魂使者。2张，扫一下。请进，走，请进。这个地方被国家评为4A 级景区，进来是需要买门票的。它上山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坐缆车上去。还有一种呢，就是徒步上去。这座山不是很高，所以呢，我们选择徒步走上去。这座山不是很高，给我的感觉就是没走几步路就可以到达。但是呢，这里的鬼城文化已经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很多文人墨客呢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这个是我们上来看到的第一个祠，叫做哼哈祠。哼哈祠呢，它始建于明末，就现在的话有3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祠的前面有一个香炉，祠堂里面呢供奉着2位大将。这个鼓着鼻子的叫做哼将，这边张开嘴巴的叫做哈将，俗称哼哈2将。他们2个呢是《封神演义》中的人物。他是佛寺3门中的护法神，走过哼哈祠就感觉正式进入了鬼城了。看这两边茂密的树木，还挂起了红灯笼。这里呢是第2个殿，叫做报恩殿。报恩殿始建于汉代。在1984年的时候迁址重建。这里还有一个资料记载，在这个报恩殿里面呢，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那有人会好奇，为什么不叫地藏殿而叫报恩殿呢？报恩殿它这个名字源自于暮年救母的一个故事。暮年呢，就是地藏王前世的一个名字。我们常听到的有一句话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句话呢，就是地藏王菩萨发的一个大愿，他的意思是要拯救地狱众生，拯救众苦，直到地狱没有一个鬼在受苦，他才成佛。看这里，就是所得的终点的。
走到这上面呢，就可以看到上面的有几个大字“中国神曲之乡”。在这个外面呢，有2个神殿，左右各有一个。左边呢是一个药王殿，里面供奉的是孙思邈和丕同历史上的2位名医。我们看一下右边，右边的话它是财神殿。里面供奉的是2位财神，一个是文财神比干，一个是武财神赵公明。传说阎王爷会给我们每一个人设3道关卡，来检验我们在人世间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么第一道关卡呢，就是奈何桥。不过它现在是处在于一个修缮的状态，不能走进去，不能体验，真的是好可笑。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一个参数。此桥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到现在的话有600多年的历史。桥长7.2米，高的话3.9米，桥面宽2.5米。在这个上面呢有3座桥，中间的才是奈何桥。奈何意思就是无可奈何的意思。在梵文的音译中呢，这个奈何指的是地狱的意思。像凡人的话，一般都是走这个奈何桥。如果说你生前是好人的话，则会顺利通过这个奈何桥；相反，如果说你是坏人的话，则会被牛头马面打入血河池中。左边呢是金桥，金桥的话是在世为官青年或者是品德高尚的人走过这里，会有神佛接应，飞升成仙。右边呢是为银桥，只有在世行善积德的人走这里，会有白无常的接应。经过阴天子的发怒呢，就会投胎到富贵的人家。听说走过奈何桥呢，就会被喝孟婆汤，忘示前世的记忆。那边呢有一个卖孟婆汤的，不过没有营业。在这个奈何桥的正中间呢，就是廖阳殿。我们再往前继续走一下。所有的相传，我们地府里所有的亡魂要去投胎转世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喝上这碗孟婆汤啊。后来以后呢，就去忘掉前世，然后重新的去投胎做人哈。那如果说有些人由于执念太深，他不愿走过奈何桥，我们就来到了第2关卡——鬼门关。在这个鬼门关的前面呢，有16个鬼。如果说你想通过这里，必须要经过他们的考验。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鬼。我们先看左边，这个是伥鬼，这边是鬼海柱，这个呢是食肉鬼，所以不管是道教、佛教还是当地的故事，乐章山里的时候，我这儿阎罗王，当地阎罗王和这块，这个是色鬼。家教故事，阎罗王。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边。是因为平凡，可以给他们这里店长寿，什么就是正寿的，而且为什么关系？这里呢，并不是所有的鬼都是不好的鬼，这里还有一个好鬼，叫做石曼鬼。可以看到，他用自己的乳汁哺育来往的动物。在前面呢，有一个酒鬼，抱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酒坛子，看他肚子都被摸光滑了，据说摸了他的肚子，酒量会变好。这10几个鬼呢，代表着人生百态，代表着各种各样的人。这里呢就是鬼门关了。我们看一下这旁边，它有一对楹联：明朝去世鬼门关，手捡录影。这句话的意思是呢，你想要通过这个鬼门关，必须要录影。录影呢，就相当于现在的身份证，一个像这个景区的门票一样，有了它才能进去，没有的话就进不去。走这个门的话，它是有一个讲究的，是男左女右。跨过去呢要非常小心，不然的话就是不吉利。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鬼城走一走，活到99，跨过鬼门关，一生都平安。
过了鬼门关之后呢，就是这个黄泉路。现在我们走上这个黄泉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黄泉路上无老少。走这个黄泉路，它也是有讲究的，就是千万不能回头。记住，千万不能回头，就是后面有人叫你也不要回头。传说在这个黄泉路上呢，有很多孤魂野鬼，他们都是无法得到投胎的，都是非正常死亡或者是自己了结生命的，他们都是得不到投胎转世的。那他们只能在自己阳寿尽的时候，再到阎王那里报道，才能转世投胎。在黄泉路的尽头呢，有一块劝诫碑，我们看一下。这个劝诫碑呢，就是劝人多行善事，以孝为先，与人为善，不要做恶事。这里呢还有一个资料记载，它是修建于民国16年，公元1927年。它现在被一块玻璃罩着，说它是被保护着的。再往前面走呢，就是望乡台。传说人在死后呢，来到阴间就会站在这里，最后一次望自己在世的一个亲人。走过望乡台，我们就来到了天子殿。这个天子殿呢，它始建于西晋，到现在的话有1700多年的历史。在天子殿的前方呢，有一口井，里面放着一个石头，叫做考验石。这里呢是最后的考验了，我们走进去看一下。这座殿呢是最老的一座，看这个台阶，好多都已经磨损了，这都是1700多年的沧桑。这边呢有一个白无常，上面写着“你也来了”，始终都会来的。这里呢是人的最后的一个归宿。在这边呢有一对银联，任尔盖世，奸雄到此，一应丧胆。凭他骗天手段入门，再难欺心。就是说你在走在这里面，想欺骗的话是没有办法欺骗的。这里就是药灵殿了。在这个殿的左右呢，都有一些鬼差，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马面，这里有一个夜巡，中间两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有个日巡，然后这里是一个黑无常，上面写着“正在捉你”，像一个锁魂的一个样子。这个就是牛头。在这个两侧呢，还有4位判官，在正中间呢就是阎罗王。据说啊，善人看到他的时候，他是面目和蔼的；如果说你是恶人的话，他看到你是非常凶狠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几位判官。这里呢有一位是赏善司，还有一位是罚恶司。就是说你行好事的话，他就会奖赏你；如果说你做坏事的话，他就会惩罚你。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里拿着一个本子，还有一支笔，这就是生死簿，是决定人的生死的。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阎王叫你3根死，绝不会留你到5根。在这个大殿的两侧呢，就是18层地狱，两边呢它各有一个。我们先到这边看一下。如果说生前做了太多的恶事和坏事的话，就会被打入18层地狱，受尽折磨，永世不得超生。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刑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刑法，这个刑法呢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旁边还有一个车子，上面有好多人，这个应该就是车年的刑法了。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一个人被绑在一个烧红的铁柱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刑法。看这个人被放在这个磨子里面，然后被碾压，真的是太恐怖了，看起来。还有这个人腰子上有一把刀，这个应该是腰斩。这里呢就是奈何桥，那些做尽恶事的人就会被那个牛头马面用叉子把它插进那个血河池中。虽然说这个是假的，但是看起来也非常的恐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这有的刑法我不太认识。在那个树上绑着2个人，那个是什么刑法？这个应该就是下油锅了。这个也是什么刑法？这个人被放在那个磨子里面，然后用那个锤子给他捣碎，应该是。还有那个人是被锯的。这里面的刑法真的是太恐怖了，看着都害怕，虽然是假的。我觉得人还是要做善事，不要做恶事。这个鬼城它的核心所在呢，就是劝诫人们要多行善事，不要做恶事。做恶事的话，它就会得到惩罚。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看到这里，你们有什么感想的呢？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